第100届演武大会决赛马上开始，请所有观众尽快入座。或者气势都给我高涨一点，给小师叔加油，有多大给我喊多大。好，小师叔来了。凌月，我跟你嘱咐2句。九师兄，什么事？咱上面那8个师兄，都云游在外，现在大都也是一贯之主了。这山上就剩咱俩这岁数小的陪着师傅，所以啊，你一定把郑处长给我解决了。这要是真栽在那伙手里，下一代天师，不要脸！你这让天师府的人以后怎么出门？放心吧，师兄，我一定会尽全力的。张处长，明天一定要赢。八姐，我们认识这么久，还是第一次见你这么患得患失啊。我不晓得该啷个办了，就是我觉得没有地方可去了，对吧？对，就是这个，好凶哦！我想不到的词你一下子就说出来了。你们都好凶哦！我见过的所有人都比我凶，大家都晓得要往哪走，大家都晓得要回哪哈。如果我也跟大家一样，晓得我是从哪来的，大概也就晓得又该往哪走了吧。我也想回家。张楚岚，你好凶哦！你啷个会了解我想的这些？我怎么会不知道？因为我也没有可以回去的地方了。你还记不记得我教你那个朗诵功？记得是记得呀，但是我的气老是走偏，我练不成啊。你现在练一遍给我看看。不要跟我说话，把心静下去。龙虎山呐，多少年都没回来喽。楚岚，龙虎山可是爷爷的根呢。当年爷爷就是从这儿走出去的。爷爷，真是大了，也瘦了，瘦了。爷爷这些年不在，吃了不少苦吧？都是爷爷对不起你。你本来是爷爷的孙子，
这些苦都让你受了。黑爷爷吗？不。看来真是长大了。爷爷放心了。爷爷啊，没出息。这一辈子都是东躲西藏的，还强迫你要学爷爷的样子。出来，从今天起，不必要东躲西藏了。你想做什么事就大胆的去做，想过什么样的日子就去过，路在你的脚下，你就大胆走。爷爷绝对不再拦着你了。爷爷不会离开你，爷爷要看着你赢得这场比赛，还要看你收拾掉我们这帮老家伙留下的烂摊子，最后等着看着你成为真正强大的艺人。不错，有进步。宝儿姐，我一定要赢，而且我一定会赢的，我一定要赢。来吧，让我看看你的真本事。今天你跟我之间，只有一个人能站着走出去。一人演武大会天师角逐，张灵玉对张楚岚。天地玄宗，天地玄宗，万七气根本，广修浩劫，正是通途。一起化身。很好，张楚岚，短短1个月就能勉强接下我的金光咒，尤其是你的身法，跟之前的笨拙相比，简直判若两人。很好，你的确很有天赋。来吧，让我看看你的雷法有多少进步吧。阴武雷法，掌心雷；阳武雷法，掌心雷。短短时间就有如此提升，难怪师傅这么看重你。果然，我还是更喜欢阳武雷，堂堂正正。五雷正法，名为五雷，实为五行。纯阳主火，
成心气，阳中之少阴主金，成肺气；纯阴主水，成肾气；阴中少阳主木，成肝气。五气攒聚为一，所行之法便称为五雷正法。未破身之人，阳气足满，所以必是心火领金肺之气，率先生发，便是阳五雷。而破身之人，元阳已漏，故以肾水领肝木之气为尊，让阴气率先生发，叫做阴五雷。阴阳五气各有强弱，修炼必须以一方为尊。师兄啊，这灵玉还是纠结于阳五雷吗？这孩子在人间施展雷法，从来就这一手掌心雷，他始终迈不过这道坎儿。即使面对强手，也冒险以掌心雷胜之。可惜啊，这掌心雷就是阳五雷的招式，不管再怎么向往阳的光明正大，阴就是阴。厚重浑浊，却又奇诡多变，行将起来如同水云泻地，无孔不入。这才是阴五雷的真面目啊！所以阴五雷又称为水脏雷。这是雷吗？又黏又压抑，明明很危险，但又让人很好奇。灵玉在大庭广众面前施展雷法，不好受吧？不管什么原因，这就是现在的你，接受的，接受现在的自己。即使你变成一头猪，也要坦然的接受。这是什么东西？到了这一步，没有人能帮他。张楚岚，这就是阴雷水骚，七骨炸髓，灼心消滞。若不是用远高于我的修为硬抗，一般的防御能抵消它的，只有你的阳雷、将功。我变强了，才更能感受到你的强大。老实说，来龙虎山之前，我都没有想过能混进决赛，再次跟你交手。你很强，诸葛青很强，王野道长也很强。太极阳烧，每个人都在竭尽所能突破自己，我没有办法阻止你们这些人变强，但我会尽可能去接近那份纯粹。有人告诉我，要想打败你们，就不能把你们当作对手。我的对手是那个超越了极限的自己。张楚岚，你今天很不一样，很好。原来你只有被逼到绝路时，才会露出本来面目。灵玉真人，接下来我要用的这招，
是我新发明的，效果还不太稳定，只有5分钟。足够了，我一定会在5分钟之内解决你。有劳了。把掌心雷打进自己体内，刺激经脉，亏你想得出来。雷。湿沉、黏腻，简直就像要融掉我每一寸筋骨的感觉。鹦鹉雷，水脏。我想起来了，爷爷早就提起过鹦鹉雷的本性。出来！爷爷跟你说过的5脏对应的天干地支都是什么？你还记得吗？记得。那我考考你，心肺对应的地支是什么呢？肾。不错，是肾。先人们呐，把心肺阳气比作成是一只火炼的猴子，这也是心元这个词儿的由来。心元还有一个称呼叫行者，先人们认为经历的越多，心智就越坚，就越好锻炼心元。要想修炼到最圆满的程度，那必须要悟到一个空字。所以，心元的目标就是悟空。哈哈哈哈哈！你这只小猴子啊，离悟空的境界还差得远呐。另外，心肺阳气还有一个冤家，叫肝肾阴气。所谓五行配肝支，肝肾对应水害。这阴气呢，就好比是泡在水里的一头猪，但它掌管着我们的7情6欲，比如馋嘴滑舌、贪淫好色等等。所以这头猪，它要修炼的话，就必须持戒。所谓8戒啊，当然不是所有的欲望都一无是处。他的意思就是告诉我们什么能做，什么不能做。所以，这头猪，它的修炼目标就叫悟能。孙悟空和猪八戒，哎，爷爷，您这不是在给我讲《西游记》吗？是啊，悟空和八戒他们俩阴阳不和，相互对立，但是注定只能有一个出来。所以你一定不要去惊动这头猪，否则肾水乱走，你所练的一切功夫，全都前功尽弃了。爷爷，您说我要是跟他们说这个《西游记》讲的是这些玩意儿，那老师和同学会不会把我当成疯子呀？有可能，有可能。鹦鹉雷，渗水之雷。爷爷，我今天见识到了。这家伙确实强了很多。你笑什么？我笑我自欺欺人。明明已经破了元阳，练不了阳武雷，却不愿直面，还迁怒于你。我曾经讨厌你，也曾经嫉妒你。张楚岚，对不起。其实一直以来，最糟糕的人
是我。什么？这一脸禁欲的张道长，没想到还有过女人。这场比赛结束之后，估计有很多女孩都会心碎了。真是饱汉子不知饿汉子饥啊！别墨迹了，刚刚从你的阴雷里逃出来，耗费了我不少力气，迅雷的状态也维持不了多久。不过最后还是要跟你说一句，你这货，以后还是得圆滑点。不得不承认，有时候人不要脸，反而活得更轻松。不过张楚岚，我也要奉劝你，要再更端正一些。这就是张楚岚的真面目。这就是那个不要脸的。爸，您是从什么时候发现他的伪装的？你们眼中的张楚岚怯懦卑鄙无耻，这正是他想让你们看到的部分。这样的他不会让任何人有一些感。你看现在，人们已经忘记了他是系统源流的继承人。张楚岚知道自己想要什么，应该放弃什么。而要做到这一点，必须具备一些素质：隐忍、坚毅，甚至凶狠。你狂什么？凶狠，这跟他也太不搭边了吧？几个月前，张楚岚在伊人世界横空出世，我对他做了一番调查。哪儿都通早在张锡林死的时候就注意到了张楚岚，而公司给的判断都是非艺人，都认为他只是个普通的孩子。发现这里最可怕的地方了吗？张楚岚放弃了他爷爷传给他的手段，以普通人的身份隐忍了12年。不管受到什么样的欺负和对待，他从来没有出手过，从来没暴露过自己真正的力量。10多年的隐忍，即便他秘密修行，那效率之低下也是可想而知的。现在懂了吧？你们这些同龄人，面对的是一个有着10多年空窗期的对手。雪桑，刘引雷，小白虫。原来，这就是隐藏在我体内那股相反的力量吗？张楚岚，你察觉到了吗？两股力量相互抵抗，谁先抵抗不住，谁就会输。不过我已经到极限了，师叔，要不让晚辈一招？可以，你出手吧。好，那就最后一招，小白长虫。这果然有点麻烦。就算你反应再快，这次也逃不掉了吧？没错，我的小白虫系列雷法确实是可以遥控的。但遥控的时候是它速度最慢的时候，它的本来面目是可以牢牢锁定目标的追踪型。我要干翻的是这苍穹！苍穹！
了不起，奇鬼莫测。你居然把杨磊用出了阴雷的风格。你的天分在我之上。如果今日你败了，那也只是你我之间修为上的差异。张楚岚，你真的很棒，居然逼得我把自己体内的阴气提升到了极致，完全接受了自己的阴武雷。我也是第一次。张楚岚，你做的已经很好了，堪称完美。但我现在就要击败这个完美的你。原来这就是实力上的硬差距吗？宝儿姐，对不起了。完了，张楚岚输了，没办法从老道士那儿问东西了。你怎么了？是我自己出了问题。这是我第一次调动体内全部的阴气，真是可笑。从不愿接受阴雷的我，第一次全开阴雷，就遭到了反噬。难道是老天对我的惩罚吗？那这样是不是算我赢了呀？师弟，你还能继续吗？师父，对不起，我没想到输的竟然这么荒唐。张灵玉对张楚岚，胜者张楚岚。宝儿姐，我一定会赢的。加
师兄，凌玉这孩子这是怎么了？谁知道啊？难道是早上吃坏了肚子？我说师兄啊，你跟我说句实话。楚岚跟凌玉的这场比赛，一个是你的关门弟子，一个是怀义的孙子，你到底想让谁赢啊？楚岚是怀义的孙子，怀义这一生过得很苦啊，他的孙子要能赢下一人演武大会，我也很欣慰。那我明白了。师傅，凌玉，你是不是觉得师傅很过分呢？是我辜负了师傅的期望，没想到输得这么荒唐，居然行差了气，简直有辱师门。我实在对不起师傅多年的栽培和师兄弟们的帮助。其实，是我早上给你下了点药。啊？你已经不是正直了，简直就是汉直，是愚直。这是减经散，也叫神仙丸，神仙吃了也会丸。服下去之后，会阻塞气的运行。你早饭里就有这东西，吃吧。我下的剂量，只有你全力施为的时候，才会发作。原来是这样啊！什么叫原来是这样啊？你叹什么气啊？一副总算可以放心的表情。我以为是我犯了低级错误，辜负了师傅。原来是师傅您摆了我一道啊！你这反应不对啊！你应该是一副遭到背叛的样子，惶恐、不安、疑惑、绝望。你应该痛苦的大声质问为师：为什么要对我这样？这才对。你现在的反应，为师很失望哦。师傅，其实我也很想问您为什么。您完全可以一开始就讲出来，让我输给张楚岚的。我就算故意让你输给他，你也会毫不犹豫的答应吧？那就太委屈你了。所以嘛，其中的缘由，我也不急着知道。修行者，有的是耐心。你这个性子，要把阴雷用到化境，太难了。为师现在就给你一道指示，明天就是一人演武大会的最后一天。如果要让你做出一个决定，你必须做出和平常的你相反的决定。我们跌落在这个世
世界的第几个维度，沉溺在时间之海的迷途里辗转往复，日出日落，现在未来，光年之外的星海，我们是哪一种存在？试图将永恒寄予浩瀚星辰，应不应该？落日黄昏，最后一缕阳光将黑夜撕开，直到黎明到来，日出日落，现在未来，世界之海聚集。